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小黎红杏所著的《蛋白质饮食减肥法》这本书。通过蛋白质的力量，不仅可以成功减肥，还能调节自主神经和肠道环境，提升免疫力，甚至拥有美丽肌肤与长寿。近年来，蛋白质的重要性在各个领域被广泛提及。但是，为什么蛋白质如此重要？为什么摄入蛋白质能带来减肥效果并改善健康？很多人可能无法具体解释。本书不仅详细解答了这些问题，还为您介绍了如何有效摄取蛋白质以及健康减肥的黄金法则。通过今天的视频和这本书，我们将加深对蛋白质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的理解，帮助大家获得健康且年轻的身体。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体重增加是因为蛋白质摄入不足；第二，发挥蛋白质健康效果的黄金法则；第三，为什么蛋白质不足会导致皮肤松弛、头发枯燥。首先是第一部分，体重增加是因为蛋白质摄入不足。基础代谢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因此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去维持它。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些人会因为觉得麻烦而停止锻炼，但实际上年纪越大，就越需要进行力量训练和运动，以保持肌肉量。那么，什么样的运动最有助于保持体型和减肥呢？很多人会想到长时间跑步等高强度有氧运动，但作者指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肌肉的生长。换句话说，运动并不能有效地消耗大量卡路里。我们应该摒弃通过运动消耗卡路里的想法。对于普通人来说，像步行这样轻度的有氧运动就足以促进肌肉合成。当然，如果可能的话，进行一些深蹲或核心力量训练也是不错的选择。然而，最重要的是，要时刻保持步行的习惯，即使仅仅是上下班路上的步行，也能提供足够的运动量。如果能有意识地走楼梯，那就更好了。如果上楼梯太辛苦，仅仅下楼梯也可以。虽然下楼梯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理想的运动，有助于锻炼大腿和小腿。此外，在电车上可以通过站立时踮脚的方式轻松锻炼小腿。尽管这些运动的卡路里消耗不大，但对于肌肉的维护非常有帮助。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成为健美运动员，而是保持适量的肌肉量。增加长时间卡路里的消耗并非目的，保持适当的肌肉量才是关键。所有健康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坚持不懈。只要在合理范围内持续锻炼，并怀着我正在锻炼肌肉的意识去运动，就能达到目标。如前所述，即使不进行特别的训练，只要平时不怎么活动的人开始散步，肌肉也会慢慢增长。但是随着肌肉的增加，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就是适当的蛋白质摄取。不同来源都会提到每天所需的蛋白质摄取量，一般建议每天摄取的蛋白质量大致为体重乘1克。这并不是指每天摄取体重乘1克的肉类，比如鸡胸肉中约20%的重量是蛋白质，牛里脊肉和猪腿肉中约有20%是蛋白质。如今无论是哪种食材，只要上网一查就能得知其中的蛋白质含量。刚开始的时候可以通过查询来确保摄取足够的蛋白质量。如果觉得查询太麻烦，可以采用每餐摄取相当于手掌大小的一份蛋白质来源，比如1块手掌大小的鸡肉或牛肉，这样就能大致摄取到适量的蛋白质。从蛋白质摄取的角度来看，建议将每天所需的蛋白质量分为3餐平均摄取，因为人体一次性能够代谢的蛋白质是有限的，过量摄取的部分会被排泄掉，因此应该经常摄取蛋白质。如果您正在实践16小时断食法，那么在8小时的进食时间里，可以利用酸奶、奶酪、纳豆或水煮蛋等容易摄取的蛋白质来源，及时补充蛋白质。到这里，我已经讨论了蛋白质的摄取如何有助于增加肌肉量，进而提高基础代谢率，对减肥效果显著。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这些内容自己早已知道，但实际上，
蛋白质的减肥效果和健康作用远不止如此。让我们来比较蛋白质与其他2大营养素——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众所周知，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每克热量都是4000卡，而脂肪的每克热量却高达9000卡。也就是说，相比脂肪，蛋白质的热量不到一半。此外，蛋白质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不会像碳水化合物那样大幅提升血糖值。血糖值通常在摄入含有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时上升，这种血糖值的急剧上升被称为血糖飙升，是导致肥胖的原因之一。而蛋白质不会引起这种血糖飙升。此外，蛋白质在消化、吸收和分解过程中消耗的能量远高于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这种能量消耗被称为食物热效应 （DIT）。而蛋白质的 DIT 值是碳水化合物的5倍，脂肪的30倍。此外，蛋白质还能抑制食欲，增加饱腹感。换句话说，蛋白质不仅热量低于脂肪的一半，不易引起血糖上升，消耗的能量还多，同时还有抑制食欲的作用，是理想的减肥营养素。顺便提一下，咀嚼充分会增加 DIT 的数值。因此，建议大家在摄取蛋白质时，尽量细嚼慢咽。接下来是第2部分，最大化发挥蛋白质健康效果的黄金法则。在了解了蛋白质的减肥和健康效果后，接下来我们要探讨如何进一步提升这些效果。首先要注意的是动物性蛋白质和植物性蛋白质的摄取比例。许多人可能偏向摄取某一类蛋白质，但理想的比例是7:3。即动物性蛋白质占70%，植物性蛋白质占30%。当然，这并不是严格的规定，只要有意识地多摄取一些动物性蛋白质即可。平衡摄取动物性和植物性蛋白质的原因是，它们各自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动物性蛋白质含有体内无法自行合成的9种必需氨基酸，以及全部20种氨基酸，而且比例均衡。此外，动物性蛋白质还有一个优势，它的吸收率超过95%，非常高。作为构建肌肉和器官的主要材料，动物性蛋白质是最有效的蛋白质来源。然而，某些种类的肉类和部位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过多，这是其缺点之一。另一方面，植物性蛋白质并不总是含有所有必需氨基酸，其吸收率也相对较低，大约在80%到85%之间。然而，植物性蛋白质脂肪含量极少，热量较低，并且能提高脂肪的燃烧效果，因此它们也是应该纳入饮食中的重要食材。尤其是发酵的大豆制品，如纳豆，不仅是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还是有助于肠道健康的发酵性膳食纤维，能增加有益的受菌，因此应积极摄取。这样看来，动物性和植物性蛋白质各有不同的优点，应均衡摄取。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摄取蛋白质的最佳时间。虽然每餐都适量摄入蛋白质是理想的，但早晨和晚上是摄取蛋白质最为有效的时间。首先，早上摄取富含蛋白质且氨基酸评分较高的食物，其中的 BCAA 支链氨基酸能为肌肉提供能量，因此在之后进行散步等轻度运动时，能更有效地增加肌肉。此外，蛋白质还含有色氨酸，这是一种有助于分泌幸福激素血清素和睡眠激素褪黑激素的成分。早上摄取蛋白质有助于调节自律神经，进而改善睡眠质量。对于失眠者来说，早晨摄取蛋白质尤为重要。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晚上摄取蛋白质的好处。蛋白质含有促进生长激素分泌的氨基酸，如精氨酸和鸟氨酸。生长激素不仅对孩子重要，对成人同样关键。它参与代谢、免疫、认知等多项功能，并促进骨骼形成和蛋白质合成。此外，生长激素还有助于减少体脂肪，促进皮肤更新，是抗衰老的重要因子。这种激素主要在睡眠中分泌，因此睡前摄取蛋白质有助于更高效地增加生长激素分泌。虽然每餐适量摄入蛋白质很重要，
但特别要注意早晚的摄取。最后，我想在这一部分的末尾传授一条健康减肥的黄金法则，那就是蛋白质摄取与肠道健康调理相结合。实际上，蛋白质减肥法离不开肠道健康。当您增加蛋白质的摄取量时，肠道环境可能会受到影响。肠道健康对减肥效果至关重要。如果不进行肠道调理，蛋白质摄取的益处可能会大打折扣。动物性蛋白质在消化过程中会产生氮元素，这是有害菌的食物，容易导致有害菌增殖，从而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如果长期摄入偏向动物性蛋白质，有害菌增加，肠道生态失衡，将带来多种健康问题。此外，蛋白质几乎完全被吸收，若缺乏膳食纤维，粪便量不足，肠道蠕动减少，容易导致便秘。慢性便秘进一步恶化肠道环境，需引起注意。肠道不仅负责食物的消化、吸收和排泄，还对血液质量有重要影响。血液携带氧气和肠道吸收的营养输送至全身细胞。如果肠道功能失调，血液质量下降，营养被细胞拒绝，细胞因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而陷入营养不足的状态，细胞无法正常工作，整个身体的代谢率下降，而那些未被细胞吸收的多余营养物质就会被储存在细胞周围的脂肪中，从而导致肥胖。相反，如果通过常活增加益生菌并改善肠道环境，血液质量会得到提升，进而能量的利用效率也会提高，使得身体更容易减肥。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如何才能保持良好的肠道环境呢？我来告诉大家答案。在确保摄入足够蛋白质的同时，还需要积极摄取膳食纤维和发酵食品，这两者对维持良好的肠道环境至关重要。膳食纤维为益生菌提供养分，能够调节因摄取过多蛋白质而可能导致的肠内有害菌增生问题。膳食纤维还能刺激肠道，促进肠蠕动，有助于预防和缓解便秘，特别是对于受便秘困扰的人群，建议摄取具有软化粪便效果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如果不加注意，可能会摄入过多不溶性膳食纤维，因此要有意识地多摄取可溶性膳食纤维。在网上搜索就可以轻松找到可溶性膳食纤维的清单，建议大家搜索并将其加入日常饮食中。此外，理想的肠道微生物生态系统应该是多种细菌共同活跃的状态，保持多样性至关重要。为此，建议多摄取发酵食品，因其能够活化肠道，保持肠道细菌的多样性，是肠活不可或缺的食材。特别是酸奶、纳豆和味噌等发酵性蛋白质食品，不仅提供蛋白质，还能同时进行肠活，因此对于减肥者来说是一举两得的优质食材。请有意识地摄入这些食物。正如之前提到的，通常动物性蛋白质食材会增加有害菌，因此为了增加益生菌和中性菌的比例，进行肠活是很重要的。不过，肠活并不是要将有害菌彻底清除，肠道细菌可以分为益生菌、有害菌和中性菌，理想的比例是2:1:7。虽然很多人认为肠道环境良好就是益生菌占主导，但其实理想的肠道环境是细菌的多样性得到维持，益生菌与中性菌等多种细菌共同存在，才能抑制有害菌的过度增长，保持肠内菌群的生态平衡。近年研究表明，这些多种肠道细菌中存在一种可以被称为瘦身菌的细菌。瘦身菌的养分正是前面提到的一部分可溶性膳食纤维。肠道细菌通过消化可溶性膳食纤维来获取能量。可溶性膳食纤维具有发酵性，益生菌与中性菌食用这些纤维后变得更加活跃。海藻类、豆类和根茎类等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经过发酵，会产生短链脂肪酸。这种酸具有帮助身体减肥的功效。具体来说，短链脂肪酸通过血液传输到全身，会向脂肪细胞传递信息，告诉它们营养已经足够，不需要再储存更多的脂肪。
脂肪细胞本来具有储存能量以备不时之需的特性，因此如果不进行干预，就会不停地囤积脂肪。然而，收到短链脂肪酸的信息后，脂肪细胞会停止将脂肪储存在体内。此外，短链脂肪酸还能作用于自主神经系统，激活交感神经，从而加速全身代谢，促进能量消耗。换句话说，短链脂肪酸就像启动天然防止肥胖机制的开关，而产生这些短链脂肪酸的瘦身菌，则依靠杂粮、海藻、豆类和根茎类等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来生存。长活非常重要，务必要牢牢记住。接下来是第3部分。那么，为什么当蛋白质不足时，皮肤会变得皱巴巴，头发会变得毛躁呢？摄取蛋白质会让肌肉变大，但很多人可能会想，我并不想要变得肌肉发达，所以不需要特意摄取蛋白质吧？然而，蛋白质对于那些不想过度增加肌肉的人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有些女性可能为了保持美丽的皮肤，使用昂贵的美容精华。最近男性的美容意识也在提高，所以有些男性也可能在使用这些产品。不过，在购买这些昂贵的护肤品之前，你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您是否已经适量摄取了蛋白质。作者认为，摄取富含高氨基酸评分的优质蛋白质，才是美丽肌肤的最大秘诀。蛋白质不仅构成肌肉，还构成内脏、血液、激素、酶、免疫物质、皮肤、头发、指甲等全身各个部位的细胞，是构建组织的基本材料。而全身的细胞正是通过新陈代谢不断更新换代的。那么，当蛋白质摄取不足时，会发生什么呢？如果皮肤得不到足够的蛋白质供应，皮肤的新陈代谢就会停滞，导致皮肤干燥、粗糙，甚至加速老化，例如出现皱纹和色斑。特别需要记住的是，皮肤和头发等对于生命维持优先级较低的部位，会在蛋白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被优先排除在外。也就是说，蛋白质会优先供应给与生命维持相关的重要部位，例如内脏。因此，如果蛋白质摄取不足，肌肤和头发等部位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导致皮肤失去光泽，出现皱纹，头发变得干燥毛躁。皮肤和头发是最容易受到蛋白质摄取量影响的部位，因此，为了保持年轻的外貌、光滑的肌肤和健康的头发，每天充分摄取蛋白质是至关重要的。从美肌的角度来看，除了蛋白质，还需要摄取维生素 C、铁和锌等矿物质，因为这些物质对于保持肌肤的弹性和水润、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至关重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负责产生胶原蛋白的纤维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也逐渐衰退。因此，年纪越大，越需要注重摄取这些营养素。胶原蛋白不仅对肌肤有重要作用，它也是骨骼、黏膜、韧带和血管的组成部分。因此，即便您不在意皮肤是否会出现皱纹，也建议您多加关注这些营养的摄取。综上所述，保持年轻外貌离不开蛋白质摄取，但是外貌年轻的同时，如果体力下降，您可能会发现自己无法完成想做的事情。因此，蛋白质同样对维持体力和疲劳恢复至关重要。当感到疲倦时，您是否有时会特别想吃甜食呢？这是因为血糖下降导致身体疲惫，进而渴望快速补充能量。然而，如果您屈从于这种欲望，可能反而会加倍感到疲惫。确实，摄取糖分能迅速为大脑和身体提供能量，然后虽然暂时可能感觉疲劳减轻，头脑变得清醒。大家或许也有过在吃了富含糖分的食物后，感觉精力充沛的经历，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当血糖值较低时，突然摄入大量糖分，会导致血糖值急剧上升，称为血糖尖峰。这种情况下，胰腺会过度分泌胰岛素，过量的胰岛素会将过高的血糖值降回正常水平，结果导致血糖值急剧下降，甚至降得过低。当血糖值下降过快时，会引发疲劳、乏力、易怒等症状，
饭后感到困倦也是血糖值急剧下降的信号。此外，胰岛素过量分泌还会将多余的糖分转化为脂肪，储存在脂肪细胞中，从而导致肥胖。血糖值因血糖尖峰而反复波动，不仅会给胰腺带来负担，还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由此可见，依赖糖分来恢复疲劳，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那么，疲劳时该怎么办呢？答案还是蛋白质。相比糖分，蛋白质更有效地帮助恢复疲劳。虽然作用不像糖分那么迅速，但蛋白质确实能够成为持久的能量来源。此外，蛋白质中含有 DCAA 支链氨基酸，这是肌肉合成的启动开关，因此有助于缓解肌肉疲劳。此外，蛋白质中所含的一种必需氨基酸色氨酸，可以增加幸福激素、血清素的分泌。正如之前提到的，这种血清素能够激活大脑，增强注意力，还能减轻大脑的疲劳感。同时，它还有稳定情绪的作用，因此在感到压力时非常有帮助。您是否已经了解到了蛋白质这种营养素的卓越之处？当您感到疲惫时，与其选择能量饮料等会让血糖急剧上升的饮品，不如摄取蛋白质。工作间隙或休息时，建议食用酸奶、奶酪、小鱼干、坚果类食物或含有蛋白质的麦片棒等。购买时尽量选择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是关键。研究表明，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会更容易感到疲劳。因此，不仅是在疲惫时，平时也应保持充足的蛋白质摄取，这样才能让你每天都精力充沛地度过。对于容易感到疲劳、每天忙碌不堪，或者随着年龄增长而更易疲倦的人群，尤其要注意养成摄取足够蛋白质的饮食习惯，而不是依赖糖类。当然，这并不是说糖类绝对有害。正如之前解释的，摄取糖类后，血液中的糖分会暂时升高。为了调节血糖，胰腺会分泌一种叫做胰岛素的调节激素。实际上，除了降低血糖，胰岛素还有促进肌肉合成的作用。因此，与蛋白质一起摄取糖类，可以更有效地增加肌肉。此外，肌肉具有储存糖原的作用。当肌肉在运动时，如果糖原储存不足，就无法充分发挥力量。糖类减少饮食曾经风靡一时，但由于糖类不足会妨碍肌肉的合成，因此作者并不推荐这种饮食方式。尽管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暂时减轻体重，但要想长期获得易瘦体质，可能并不现实。只要遵守适量原则，并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基本的活动，糖类并不会让人发胖。相反，糖类有助于维持肌肉，还能提高基础代谢，因此它是应该积极摄取的营养素。过量摄取才是问题所在。糖类本身并不是坏的，正确理解蛋白质和糖类的关系后，就能知道每种营养素该摄取多少了。今天之后，不要再因错误的知识而对糖类避之不及了，请带着正确的知识去面对您的减肥之路吧。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